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密，我们欢迎陈立伟、蔡正元、蔡委员。思密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密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持续来关心在中日的这一场争议，琉球地位现在再次的被点火，中国大陆这一回亮了史料，日本则是急着跳脚做反击。今天我们会从几个观点来做出发，包括了整个黑帮渗透的疑云，再加上军事堡垒加速，中日这一场冲突全面升温。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首先，中国大陆这一回拿出的是名誉琉球国王社重新打了历史战，北京对日本现在是释放主权的最后通牒警告了吗？第二件事情来看到，日本现在惊爆出来是中国大陆是否有利用黑帮渗透在冲绳搞认知作战呢？到底日本的指控是真情报，还是东京借此要压制琉球的独立呢？最后我们也会来从军事面，请将军帮我们看到，日本现在在打造的是西南诸岛的堡垒群，全面在加速的建设当中，包括了今天会关注的几个大岛军事化都在做。日本是剑指中国大陆吗？解放军接下来会如何的反击？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次的来做关心。我们要赶快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论推向了中日之间的外交冲突，现在爆出的说，真正的引爆点不是在台湾，而是在琉球地位重新被点火。这一回的争议就在于一场展览，我们要来看到，这是来自于新华社的报道。中国大陆的大连的旅顺博物馆这一回展出了这个展示，名誉琉球国王社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他们的这个副馆长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样子的一个这道的社谕揭示的就是说，琉球曾经是中国大陆的藩属重要的史实，为日本对琉球侵略的历史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验证。也就是说，琉球它有明确的指向说它是宗主国跟藩属跟中国大陆藩属之间的一个关系。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日本的内阁当然很生气的回呛说，他们不会对中国大陆的任何的评论发表任何的回应，因为他说冲绳本来就是日本领土，这一点不可置疑。好，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委员来帮我们特别看到中国大陆这一次展示出的名誉琉球国王社有什么样历史意义，能够在琉球独立上面的议题对日本施加多大的压力？委员。到了2次大战的结束的那一天，就是1945年8月15号那一天，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政府承认琉球是日本的领土 ，never。从清朝到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人承认过琉球是日本的领土，这是一个关键。那证据在哪里？证据就是当中华民国从1945年开始统治台湾的时候，做了一件很重要的措施。如果你是在台的日本人，全部遣返回日本，而且遣返回日本的时候，不可以带超过2000块以上的物品的现金，然后珠宝、股票、债券、房地产都不可以带走。可是，在台湾当时有很多琉球人，外观看起来是日本人，可是他的户籍登记上是琉球人。当时中华民国怎么处理？你是我的藩属国，还是承认他是我藩属国人民？第一个，不用遣返回去琉球，不用没收任何财产，然后你愿意留在台湾工作，还是欢迎你留在台湾工作，不在遣返的名单里面。如果你自愿要回去的，补贴你船费回去。那你要入境台湾，随你便。不受任何签证什么签证嘛。这个是什么？宗主国对待这个藩属国，就是保护国对待被保护国立场。就非常像现在的美国跟帛琉的关系。帛琉老百姓进入美国不用签证，因为你是被保护国，你保护我，我进你我还要签证，这个说不通嘛。那中国对琉球是这个态度，那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没有改变？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知道在中华民国政府时代就是这样对待琉球。清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琉球是日本的领土，还是一再以所谓的藩属国。当然后来。这个琉球最早被日本的诸侯叫岛津藩并吞的时候，是改向岛津藩称臣，但岛津藩很贼，你跟中国称臣，我没有意见，继续，但是你要跟我称臣，为什么？因为当时要跟明朝贸易
是要有朝贡关系才能够贸易。所以琉球就借着跟中国的朝贡关系，大做中国生意，不受日本的锁国政策的影响。岛津藩就利用琉球这种地位，假装琉球人跟中国做生意。所以岛津藩赚了很多钱，变成日本很强权的地方诸侯，也变成明治维新里面的一个很大名级的人物。那因为经济利益，所以中国并不晓得琉球是双重臣属。但是到明治天皇上来以后又不一样了，他直接叫琉球处分，有名琉球处分，叫琉球改名叫冲绳。但是中国的文献里面通通叫琉球，在清朝的时候没有人叫过冲绳。好像到了民国开始有人叫冲绳啊，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中国大陆要去恢复原来的自己的政策，有几个重点要注意。第一个重点就是全部改成琉球，不要再改成冲绳，这第一个要求啊。第二个要求的话，要准许琉球人在中国大陆成立琉球国临时政府。就像当时啊，韩国因为在甲午战争打输了啊，这个中国打输，被保护国被攻击了，我保护国有权利有义务出兵嘛。这琉球甲午战争是为韩国打的，不是为台湾打的。然后可是中国当时中华民国时代的时候，是让这个韩国人跑到中国上海来设立一个什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这很有名，给他钱，给他资助，在那个一大旁边。这是你这个当藩属国被人家侵略，被人家打垮了，你没有能力去帮忙。那你就要允许他们的人在你的国土里面成立这种临时政府，去搞革命也好，去搞外交也好，你要资助他，这是你宗主国的义务啊。所以表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如果很认真的要去帮琉球复国，不管最后成不成功，或者你还是琉球的宗主国，你不承认琉球是日本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义务去资助协助琉球人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成立什么琉球国临时政府。这不是你的慈善，是你该做的。你到底是不是保护国？你是不是宗主国？那如果你不是宗主国，你不是保护国，你就要承认琉球是日本领土啊。这是两个是一个很国际法上是冲突的东西，你只能二选一，你不能战略模糊，这里面没有战略模糊的空间。好，承接蔡委员刚刚帮我们提到，不过现在其实有更猛的一个指控来了，这一个指控是来自于日本自己的国安单位，他说的是不是中国大陆现在在琉球这边在搞所谓的舆论认知作战呢？我们来看到这个日方的最新指控他说中国大陆是透过台湾的黑帮，也就是这个叫做洪门势力，在冲绳插旗推动琉球的独立运动。那他们就做了一个调查，这调查看起来怎么有点像是电影的情节他说呢，这个冲绳的黑帮续留会干部先跑来台湾，当时呢是和台湾的竹联帮的大佬，也就是统促党的总裁张安乐碰面之后，他们后来又发现了说，其中一名这个续留会的干部竟然是洪门他们在日本组织华松山的领导人，所以他们认为说，是不是这个续留会早就已经被中国大陆吸收了？那简单来说，日本针对中国大陆的怀疑就是他怎么样运作的呢？他就是透过台湾的黑帮，然后呢以毒品的这个利益来利诱包括了整个续留会的成员，并且提供这个续留会相关的资金，让他们可以去做更多的掠夺性在冲绳当地的投资，然后呢再给他们这些假讯息去喂养当地的这个琉球的民众进行渗透跟认知作战，这是日方的说法，目的就是要破坏美日同盟在冲绳这边的部署。日本针对中国大陆的指控，这可信度到底有多高？还是他们有想要抹黑琉球的独立运动？赖老师怎么解读？这当然是抹黑抹毒嘛，因为日本的一贯手法，其实这没什么伟大跟了不起的地方。我只讲一个案例20年前左右，我那时候从法国巴黎大学回来那时候是当客座教授回来的所以我等于是我又再回去巴黎大学也就是之前我读完博士，在台湾工作一段时间，我又回去，然后我在法国工作一段时间，我又回来。我在政大外交研究所读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研究生他就是从琉球来的。那时候我一看是我有外籍生，因为我有一位是法国的美国的这个海军官校毕业的学生也在读硕士班在台湾，然后一个是日本来的。
那我就很习惯性的说，哎呦，这个我们有美国来的同学，一个女生啊，美国人，那另外一个来自于日本的啊同学，那个同学他就举手了，他就说老师我不是日本人，我是琉球人。我在强调，他说我是琉球人，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事实上是道地的琉球人，他清楚的知道他不是日本人，他是琉球人。琉球国是被日本人并吞的，而且是非法并吞的。当时美国的这个海军官校的毕业生，那位女军官上尉吧，她也在那边听啊，她也没有意见啊。这代表什么意思？我讲这段话的意思，也就是说，事实上。琉球国它一直存在，而且它是中国的藩属国。我想这次在大连展示出来的琉球国王的这个国王赐，其实就是讲明了，就是它就是藩属国。到满清的时候也延续的明王朝时代，这都没有问题。美国在当时也有派，就是美国独立建国之后。美国在亚洲也有派一位总领事驻守在琉球国，所以美国知道日本国是日本国，琉球国是琉球国。可是因为琉球国比较小，所以他没有派大使，他只派到总领事级，而派到日本的是大使级的。那就代表什么？美国他承认，他知道琉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一个王国。后来是被日本非法的并吞。好，我讲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就是。琉球是被日本非法并吞，所以在1972年，美国结束对日本的统治之后，把统治权交还给日本人的时候，琉球并没有交给日本人，琉球只是委托日本代管而已。日本无权利在琉球建立县，建立冲绳县，这事实上也是国际法的规定，日本是违法的，所以日本不拥有琉球，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我还记得我在学生的时候，在台湾，应该在读研究所，我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靠中正纪念堂附近，那时候有一栋大楼，这栋大楼有一次我进去的时候，还看到琉球国王的办事处在那边，那而且还看到他们的旗子，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记到现在。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在我们台湾蒋介石、蒋经国时代的时候，琉球国的彝族，他的王族还在台湾。所以日本人知道嘛？日本人知道他是非法占领琉球，所以当琉球国被重新提起来的时候，他根本没办法回答嘛。他说：“我不回答这个问题，不回答，对，你没有资格回答嘛，不是你的，你是非法占领，应该吐回来，让人家恢复地位吧。”好，一方面中国大陆借由这一次重新再一次的叙述这个历史，让大家知道这个琉球的地位；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在看说，为什么现在整个冲绳成为中日的攻防重点哦？那现在指向的就是因为在这边正在加速的它的军事还有基础建设的这个建设，包括在日本在西南方向的军事基础建设正在全面的快速的提升当中。这是来自于特别我们看到央视曝光的最新的航拍。看到了说，自卫队在这个奄美大岛，还有包括了马毛岛这个地方，正在加速打造它的堡垒群。那其中我们今天要来特别也关注到画面上这个叫做黑毛岛的建设，2000公尺的军用跑道几乎已经完成了，可以供美军在这边做舰载机的起降训练，大型护卫舰的细泊设施也落成，整个基地的轮廓可以说可以慢慢的看到是成型了。到底这边的战略价值有多大？面对现在日本打造的这个所谓的堡垒群，解放军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将军怎么看？第一个我先介绍所谓马毛岛。马毛岛其实就在安美这个大岛的北边哈，然后再往安美岛跟这个马毛岛跟这个日本这个鹿儿岛中间那个叫大隅海峡。合理来讲的话，大隅海峡应该都属于日本的领海，因为它如果说两边加起来绝对这个12海里之内都算领海。但是为什么将它划为公海呢？因为便于美军的军舰从这边进出，然后从太平洋进出到这个东海区域，所以说日本主动将这个本来应该是它的领海，它将划为公海。
那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美日在这个以前来讲都没有哈，最近为什么开始在马毛岛这个地方建立军事设施？第一个当然大陆解放军很明显的，它055大区经常从它自己划定的公海，就是大隅海峡从这边这个进出哈，对日本来讲的话，南边的守卫构成很大一个防守的一个压力，所以它必须要在这边建立军事基地，有效管控大隅海峡，这是它第一个。第二个目的来讲，我觉得他说改成这个训练航母舰载机起降的训练来做这个作用来讲的话，这根本就是骗人的一个说法。哦，在军事上面来讲的话，他如果说他可以利用这个鹿儿岛把这个马毛岛当做鹿儿岛的前沿基地，把马毛岛当做支援这个安美大岛的一个这个后卫的一个哨所哈，然后这个安美大岛再往前面来讲，可以支援到宫古海峡。那宫古海峡也就是大陆解放军，我们听到他的海军进出都是从宫古海峡进出。换言之哈，就是从鹿儿岛可以掩护到这个马毛岛，马毛岛可以掩护到安美大岛，安美大岛可以掩护到这个宫古海峡的作战。所以这一连串的操作下来，很明显的就是要围堵中国在这个解放军从这个第一岛链中间宫古海峡穿出。是，我想这事情如果说学军事的人，应该都可以看得出来，也都明白这个道理。可是现在来讲的话，对大陆来讲的话，他们尔后要发展海权呢，事实上以前来讲他们是陆权哈，大概他的军事实力只限于陆上，海军的实力不强，空军的实力也不强。所以日本跟美国不把这几个岛的军事建设当作一回事，也就重点不是放在这边。但是最近他们有敢于中国，不管是海军来讲，我们想说这个军舰成军跟下饺子一样快哈，空军来讲也发展到歼20，甚至于轰6战机可以携带导弹。对日本跟美国第一岛链的防卫哈，这个压力是倍感3重。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必须要加强这几个岛的军事建设，才能够有效的这个围堵中国哈。可是中国来讲，也不是昔日的无下阿蒙，他现在军事实力也慢慢强大。那他已经从陆权走向海权的时代，他未来要走向海权，势必要通过宫古海峡。如果要通过宫古海峡，在这个地方你加强军事设施，我想解放军未来可能几个动作。第一个来讲的话，会这个监视对这几个岛加强军事情报的收集跟监视，掌握到你所有进度，也掌握到你军事设施部署的确实位置，然后将你标定好。那如果说一旦真的是双方在此地开战的话，我想解放军有这个实力，在第一时间将这岛上的军事设施彻底的摧毁。哦，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的是马克宏这一回去访中国大陆北京哦。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会来看到这个是来自于法国的态度，现在转向中国。那英国呢，最近在对于对中的立场上面也开始出现了软化，让日本这一回是非常的紧张了。而且传出来说，法国想要邀请习近平出席 G7 这一场争议，接下来会如何演？今天我们来持续的关注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来做解答。马克宏他带着80人的这个企业大军啊，这一次一起去拜访北京3天。那么传出他想要邀请习近平出席的是 G7， 欧洲非常震撼，说法国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那法国会不会成为接下来大陆突破欧盟的第一扇门呢？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到中日现在为台湾的问题吵到翻天了。北京同时间锁定了不管是法国或英国，大家就在看说欧洲是不是被中国大陆借由各个方面来做击破呢？第3件事情来关心了英国了。施凯尔他认为大陆是威胁，但是他却希望能够跟大陆有更多在经济上面的往来。另一方面，他也批准了超级使馆，这个一直被视为是有争议的。那英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像北京书城的欧洲大国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事实上，已经时隔2年了，这一次法国总统马克宏大动作
抵达北京，展开3天的国事访问，而就在今天早上正式的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展开会谈。那么大陆也很大方的为马克宏举行了这个欢迎仪式。不过现在比较具有争议的事情，就是大家一直在吵所谓的这个中日之间为了台湾问题吵得火热之际，北京大家就在看他的态度是什么了。有人认为说，现在北京此刻是非常想要拉拢法国的，原因是它是联合国安理会的重要成员之一，也是唯一对华仍然是保持可以谈判的一个国家。那另外一方面呢，现在也传出来，就是说马克宏他其实也并不避讳，他就是要让中国大陆知道说，这回我来就是要投资、要技术的，所以他带了非常多重要的企业家一起来，总共可以看到大约有80个人，包括了这些重要企业，空中巴士啊、发电啊，还有一些水处理的厂商、跟食品大厂、葡萄酒跟烈酒厂商，都是希望能够跟大陆来谈一些投资合作上面的方式。那么现在也被爆出呢，马克宏也有意邀请习近平出席 G7 的峰会。当然了，日本是要求法国你要注意，希望能够谨慎应对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我们来看到一些评论哦。这个是北京的大学的教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马克宏这一次去拜访是一个重要意义，因为这是西方领袖访中的第一棒，后面接下来可能就会出现，不管是英国、德国跟美国持续的和中国大陆有更好的一个往来。而同样，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大陆它是 APEC 的主席国，那法国又是 G7 的这个主席国，所以这一次北京和法国的会面是2025年，他认为是全球外交主轴来做一个定调，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来请教委员怎么看了这一次马克宏邀请习近平，他说有意可能会去出席这个 G7， 这是法国在向中国大陆投诚吗？会不会有他在外交上面的一个风险？委员怎么看？你说马克宏跟中国投诚，这个叫讽刺他的话，奇怪，中国有订单，我为什么不能去？中国技术我为什么不能去？法国有很多技术中国没有的，比如说流感疫苗，法国做的最好，全世界都知道法国做的最好啊。它有名的赛诺菲啊，中国也争了跟法国买赛诺菲啊，那跟法国买空中巴士啊，这有什么不好？这叫什么投诚？就叫买卖，这个叫做生意，这个叫交朋友。那你说美国有什么理由这个生气？不然你美国给订单，这么简单，这有什么好吵的呢？那邀请习近平去 G7 当然会比较高的政治敏感度啦，因为 G7 老实说，我们这些白种人我们这些有钱的白种人凑在一起叫 G7， 先跑来一个黄种人的老大那就美国可能会有一点意见，但是美国现在大概不太敢为这个事情讲，只是说如果习近平真的有空去，你要做什么安排你不要到时候这什么。你的外交部长的G7外交部长会议通过什么台湾海峡什么什么的，那你不是给习近平这个不开心吗？你要邀请客人去，让客人开开心心嘛，对不对？这是，而且何况你G7不是也要准备开放给俄罗斯参加了吗？中国没有比俄罗斯大尾巴，所以这个你邀请，当然中国不需要参加G7，可是。中国作为 G7 的 VIP，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就看马克宏有没有，看习近平有没有空去。没有空去的话，就李强去嘛那再来就是说中日问题，中国的诉求抓得很好。他说2次大战后的秩序，请大家支持。法国怎么可能不支持啊？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战后秩序就是个文件，波茨坦公告没了。对法国来讲，最重要的波茨坦议定书没了。没有波茨坦议定书，你法国怎么能成为一个国家呢？对，就是从德国弄出来危机政权干掉，那成立法国共和国嘛。那是波茨坦议定书，同一个会议，同一个时间出来2个文件，一个管欧洲，一个管太平洋。那他怎么可能不支持？你不支持不打自己的脸吗？英国也不可能不支持啊。对，英国后来处理那殖民地也都是根据波茨坦议定书来的。所以我讲战后的国际秩序，习近平讲对了，王毅讲对了，就是拿2份文件，你问你不同意波茨坦公告，你就不同意波茨坦议定书所以那个谁，共产党也好，或者是国务院，这个诉求是抓得刚刚好，他也没有说我在
国际法外另外去搞个什么政治口号，没有，就是大家已经共同遵守了国际法、联合国宪章、波茨坦公告、波茨坦议定书 ，OK fine。所以你说英国支持，那你英国批准那个超级使馆，那已经吵很久了啦。英国自己也知道说吵这个实在是有点无厘头，你知道吧？说哇，这中国大使馆离英国国会很近，说就会刺探，他不进就不能刺探了嘛，这讲什么笑话嘛，对不对？但是因为英国自己也知道，这个大使馆就等于中国在欧洲的真正的运作的中心，那他自己也知道，只是以前那反中情绪脑袋坏掉了，他讲了有了没有？但斯凯尔他对于中国的压力跟威胁仍然采取一个跟美国一样的立场，所以他会讲一些美国人喜欢听的话，那他去讲他的，这个不影响，反正英国不来往也没什么关系。好，所以我们特别看到说，这一次中法的元首见面，其实互相都有想要的东西了。那法国也希望在经济上面跟大陆有更多的合作，那大陆也希望在政治上面，法国能不能有所站队表态？大家也在看说，现在中日刚好是紧张之际嘛，是不是大陆也希望法国来这个时候站队？那为什么选法国？它会成为接下来它突破欧盟的一个重要的入口吗？赖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大陆对欧盟的兴趣不大了啊。不再爱了，因为过去确实是对欧盟是比较寄望于欧盟的战略自主而且希望欧盟一个整体才有力量跟美国人对抗，建立起这个多元的国际政治体系。但是很明显的，这个欧盟在冯德莱恩的领导下整个欧盟都走向变成美国的附随组织，而且它基本上都是跟着美国走，那美国遏制中国，欧盟就跟着遏制中国。所以我觉得，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交手之后大陆现在对于欧盟真的是不爱了那欧盟这个体系基本上是松散的、脆弱的，只要几个大国不爱以后，这个欧盟坦白说就成事不足，坏事有余了因为它基本上它没有办法进行大的一个发展，它只能把一些好的事破坏而已。欧盟坦白说本来就一个没有什么出息的一个机构了所以我其实已经讲了很多遍，就是说大陆不要把欧盟寄望于它它不是从从容容它是连滚带爬它就是没出息那我觉得大陆现在领悟到这个原理了，我觉得蛮好的。它现在对于欧洲的国家是各个发展，我们不能讲各个击破，它是各个发展。你还记不记得前些时间也没几天嘛西班牙的国王才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当然很多人会说，哎呀，西班牙的国王不具有这个实权，可是别忘了，西班牙的国王在人民中还是有相当大的威望，有相当大的一个尊敬。他到中国来访问，就代表中西之间的民间的友谊，事实上是打上一个深厚的基础。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第二个就是不要忘了，西班牙的首相从这一任的首相上台之后，每一年都到中国来访问。所以这代表什么？西班牙在欧洲也是大国它不是小国西班牙也不是很小。所以我个人认为，大陆并不是寻求法国作为突破口去突破欧盟的关系，不是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法国更有求于中国，而不是中国更有求于法国。马克龙现在的声望跟国际地位跟国内的地位一塌糊涂。他现在我们叫做11%总统，就是他的支持度只要11%。左派的不喜欢他，右派的不喜欢他。他倒向左派的时候，右派的恨死他；他倒向右派的时候，左派的恨死他。他走中间的时候没有市场，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马克龙。马克龙他确实是更有求于中国，而不是中国更有求于这个马克龙。你看这一次习近平给他很大的面子跟他共同召开记者会，这是很罕见的。而在这个记者会里面提出4个发展方向，当然现在要看的是马克龙回去以后会不会又摇摆过去了。他不是坏心，而是这个人就像他太太嘴中的，你就是一个 loser 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说，这个总统会不会到这边谈得很愉快，一回去以后一有压力
又变了。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法国，目前为止现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跟中国大陆之间靠拢。那另外一个国家呢，英国它的态度又是什么呢？等一下请厉将军来带我们看。因为呢，施凯尔他上任之后，他嘴巴上也说啦，中国大陆啊是会构成很严重的国安问题的。但是他又补一句说，怎么样来说，这个经济还是得做，生意还是得做下去吧。而且他还说呢，包括了我们的重要盟友啊，都不断的向中国大陆来靠拢，就只有我们英国好像自己一个人是独自站在墙角看戏，所以他的工党上任后的第一个外交的优先事项就是改善跟大陆的关系。那包括了这个最近啊，本来一直有争议的所谓刚刚委员帮我们提到的，中国要在伦敦建立的超级大使馆，他们本来担心是会有国安问题的，现在传出来说也有可能来做批准了。未来英国会不会是成为法国之后又是另外一个向这个中国大陆靠拢的另外一个欧洲大国？对于之后的影响，厉将军怎么看？英国这次来讲的话，当然对中国盖这个超级大使馆哈，有很多的杂音出现。我觉得这个纯粹像是一个落魄的贵族哈，然后觉得他们家的院子这个卖给别人，别人在他家院子前面盖一栋很漂亮的大厦，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大概纯粹就是这样哈，因为这个大使馆来讲，占地面积有2万平方公尺这么大。然后而且是盖在英国原来的皇家铸币厂的位置，是一个精华地段。然后这附近来讲的话，又有很多的这个英国所谓的这个电缆从这边经过，所以他们就以这个国家机密安全为理由，怕这个被中国做情报工作，来以这些理由哈来做反对。但是我觉得这都不成理由。试问哪一个国家在另外一个国家大使馆不从事情报工作？几乎都从事情报工作。我讲的情报工作不是很单纯指军事情报，包括你的商业情报，包括你的外交情报，包括你这个舆情的调查，都是由大使馆在了解。因为我必须要了解你国家运作，我才能够提供我自己国内跟你之间拟定怎么样互相交往的一个条件。当然啦，如果说是你这个大使馆盖在这个一个落魄的王公贵族他们家门口，他当然很不是滋味。可是就中国来讲的话，因为我如果说与其在你英国，因为中国有14亿的人口，在英国伦敦到处去盖大使馆，那更分散。数量更多更不好集中管理，所以中国理念就是说，我一伦敦我就不要到处去盖这个工作的地点，我把它全部集中在这个地方，其实是有利于中英双方的一个交流跟沟通。因为如果你英国有什么事情要跟中国大使沟通来讲的话，你只要到一个地方去就好了嘛，你不要说是这个外交到一个地方，对不对？新闻到一个地方，经贸又到一个地方，那更乱对你来讲反而更不方便。可是我们要知道，英国事实上它最近它后续来讲的话，虽然说去年2025年今年2025年第一季，它经济成长虽然说增加了0.7%，可是整体来讲的话，经济来讲是看衰落的，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这个对全球现在经贸不景气，第二个是俄乌战争的影响造成它能源供应短缺。那长期来讲是这个经济来讲是看衰的，是看衰落的。所以说工党是比较务实的一个政党，所以施凯尔这时候会想要放缓跟中国的关系，很诚实的面对英国自己的实况跟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后，他将来才不管是双方市场的准入或者是维持它一定的这种生产链跟供应链，才可以确保它英国来讲的话，经济不会走下坡。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俄乌战争，我们持续要来关心到是普丁这回震怒的亮剑，他也正式的对欧洲做出了警告。他说，一旦开战，将会迅速的结束。另外一方面，根据了解，英法现在密谋帮助乌克兰来做它的核弹吗？这个背后的阴谋，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密。赶快来看到这个俄乌和谈的最新进度到哪里了呢？川普说的，美方特使跟俄罗斯总统普丁的会谈，他说还算可以啦，但是呢，乌克兰和平谈判的未来路径仍然是不明
朗的。大家在看说为什么到目前为止，这个美方的态度还是这么样的暧昧呢？我们来看到，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前线在外交上面是这个很不定的，但是在前线的打仗则是打得越来越猛。俄罗斯已经宣布了正式的控制住重要的乌克兰的重镇红军城。那么现在可以看到，乌克兰方面出现了更多的逃兵，接近是30万人，民众宁愿割地也要换来和平。那乌克兰则是针对了这个俄罗斯的无人艇狂轰包括他的影子舰队的油轮。那这个时候，普丁也罕见震怒，发出的强烈警告，会彻底切断乌克兰它通往海洋的所有的道路，等于要把乌克兰变成一个内陆国家。敖德萨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重要的大目标？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是继续去打敖德萨是100%。我们现在看这个影子舰队被袭击的地方在哪里？就在黑海。那袭击影子舰队的无人艇从哪里出来？就是从敖德萨出来，这是第一个，我们眼前就看到的。第二个来讲的话，大家记不记得俄乌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俄罗斯就去打所谓的这种敖德萨，那时候目标就指向敖德萨哈。尤其是敖德萨前面有个岛叫蛇岛，我想这场战争如果关心俄乌战争的都还记得。那第三个我们讲一下哈，这个当初川普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谈的时候，普京那时候所提的条件就是说，叫乌军全部退出顿巴斯，虽然说还没打到那边，你全部要退出，那你如果全部退出，我可以答应你不继续打这个赫尔松。那你各位可以看一下地图，赫尔松在过去就哪里？就是敖德萨。那为什么敖德萨对俄罗斯这么重要？我们都知道这个。从这个俄乌战争期间我们看到从敖德萨这个港口出来的，在军事上面来讲的话，他用这个无人艇这个攻击了这个俄军在黑海。在克里米亚的黑海舰队，包括旗舰都是在这边被击沉的，包括克里米亚大桥在这边都是被攻击过好几次。那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俄军来讲不能够控制住敖德萨来讲的话，对他黑海舰队是一个很大一个威胁。那他为了维持他在黑海舰队的海权他必须要将这个地方彻底消除黑海舰队的这种后患。所以我认为说是，当然现在来讲，如果说是28点的和平协议，目前双方还在谈判之中。但是我们听到就在昨天谈判结束之后，双方还在说这个虽然说是富有成效，但是极其艰难。那问题是关键就卡在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就泽伦斯基来讲，他不愿意当一个投降的总统，但是就普京来讲，他整个战争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维护他这个整个俄罗斯的安全吗？那为了维持俄罗斯的安全他当然第一个是北约不可以加入乌克兰，但是在海权方面，大家不要忽略了。黑海是这个俄罗斯这个海上南边的海上交通线非常重要一个区域，而这个区域来讲有2个关键，一个是克里米亚，你看克里米亚这个岛在黑海中间就像是一颗心脏在黑海的中间。那另外，如果说是克里米亚遭受到威胁，不就是敖德萨吗？所以我一直认为说是普京不是吃素的虽然说你看到他现在谈判条件没有提到敖德萨。但是我个人来讲，如果说从地缘战略、从他们自己安全的理念来看，为了维持他在黑海的这个海权来讲的话，他一定要拿下敖德萨。那第二个来讲，拿下敖德萨之后，对于这个整个乌克兰来讲，将你打成一个内陆国，更可以消耗你的国力。好，这个是普丁目前他针对乌克兰的战略方向。那另外一方面呢，那普丁对于这个欧洲现在看他的态度又是什么呢？其实他最近也做出了针对欧洲做出的警告。他说跟欧洲说我们不打算跟你们作战，但是如果你们想打俄罗斯，我们准备好了，战争会迅速的结束。那这一回听到这些话，现在欧洲也很紧张了，因为他们的实战经验是0，那么俄罗斯则是已经打战打了10年以上，克里米亚、叙利亚战争一直到乌克兰战争都是这种职业的军队在打的。普丁这个时候语气非常的强到底还藏了哪一些底牌？委员怎么看？欧洲加美国如果要论军队的人数，很抱歉都输俄罗斯。但是如果要用战机，只有美国才有。美国要不要下场？欧洲的战机平常讲跟俄罗斯战机比是没得比因为主要是在数量差太多。还有弹药，整个欧洲的弹药加美国弹药都不如俄罗斯
那作战经验就更不用讲了，俄罗斯的军队现在已经全世界作战经验最丰富的，而且开启了最现代的作战的战术跟战略哈，尤其是无人机改变了，新科技改变了，这个俄罗斯都被迫应战也学会了，所以他现在是全世界最强的陆军，这一点不用怀疑。那空军啊，这个他可能会比较差一点，但是他有导弹，我不认为欧洲谈得到便宜。他这一句话就是说，你如果欧洲要下场的话，战争会迅速的结束。这里面有2个含义，你欧洲下场就让我有动用核武器的理由啊。第二个，那更让我有打无差别战争的理由。什么叫无差别战争？就是把整个城市烧掉啊！就像是美国当时在打东京大轰炸的时候，东京一个晚上死20万人，几乎就是比广岛跟长城死的人数还多。长崎死的人数还多。那你要跟他玩这个游戏，他就是直截了当告诉你，如果你要下场，就针对德国来的。法国没有这么讲，英国也没这么讲，是这个德国来的。那德国如果下场的话，将是会一场德国的浩劫。为什么？因为从普丁的立场来讲，对任何国家动用核武器都有道德跟法律上的问题。对，然后对德国进行攻击核武器，直接把德国铲除掉，符合什么？符合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谁提的？中国提的。所以你德国自己不长眼睛，那个他的什么梅尔兹啊，还有国防部长还讲到呛下，你跟别人呛下都可以，你跟俄罗斯呛下就找死2个字。为什么？它有国际法合法性，可以彻底消灭德国。你美国还不敢吭声啊？你美国要下场吗？你要北约要结在一起死吗？我看其他国家不敢。所以他敢放狠话，因为他有底气，他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核子武器库。而且有全世界数1数2的这个轰炸平台，不要讲别的，它的波塞冬核子鱼雷到了你汉堡港，你汉堡港还活着吗？不可能活着的嘛。然后它的白天鹅轰炸机飞到你柏林上空，它的导弹到你柏林上空多久？12分钟。你挡都挡不住啊！它的榛果树大家看到了嘛？你根本没办法拦截，所以你要不要试啊？榛果树是可以装核子武器的哦。对，你要不要试试看？所以用核子武器攻击德国，在国际法上是允许的哦，不要忘记这些事情，敌国条款。就怪那个习近平没事干，就是教会普丁用这一招。很危险的，很危险的。好，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是来自于普丁哦，他对于欧洲国家的警告，手握核子武器。那其实现在呢，也有一个传出的消息是说，网络巨头这一家是金达康，他传出说，也有几个欧洲国家是不是现在正在帮乌克兰打造核武呢？他说这2个国家分别是英国跟法国，而且他还说，美国其实是全程知情的，但是故意拖延谈判，乌克兰甚至已经准备要来试爆他的核弹了。那另外也有一个物理学家，这个是都柏林大学的物理学家也补刀说，乌克兰确实他现在保有数百公斤这种核武级的浓缩铀，有没有可能真的英法真的在按住乌克兰？可信度，赖老师怎么看？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核讹诈，是一个姿态哦。乌克兰确实拥有核武的制造能力啊，其实它也不需要这个英法的按住。因为过去在苏维埃的分工的情形下，乌东地区事实上就是俄国的这个核导弹的发展区，啊，也就是说，你看我们的这个大陆的这个辽宁号航母，啊，或者欧洲铁牛的这种2栖登陆舰啊，就是我们讲的气垫船啊，还有就是大的这个航空器的引擎发动机，另外还有就是洲际的弹道导弹、中程导弹都是在乌东地区建造，也就是当时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核武最大的一个区域，而且最早的时候，俄罗斯在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原来跟苏维埃它是同一个国家，它都是联盟的加盟共和国，所以事实上在那个地方也有很多核弹。那是在这个分裂以后做了一个交易，说克里米亚半岛以共和国的身份加入这个乌克兰联邦，然后换得这个乌克兰把这个核武交还给俄罗斯，有一部分给美国去消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事实上，乌克兰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确实是有的啊，不需要英法的按住。我想这是第一个，因为第二个呢，英法你要到哪里去施暴，在乌克兰地方施暴没那么简单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然后你要用电脑模拟来施暴吗？这个也是值得商榷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讹诈，在警告威胁这个俄罗斯。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会有缺点。第一个就是，如果被证实说真的是英法有在按住，那英法等于是公然直接违反了这个核不扩散原则。这个对英法在国际上要被制裁的。对，这个是站不住，这是不对的。第二个，它会构成俄国用核弹去消灭、攻击法国跟英国的战略城市的一个正当性。那第三个就是，如果乌克兰有这个企图在暗中的在研发制造的话，那就刚好给俄国一个最好的正当性跟理由，直接用核武扑灭于你还没制造之前。那也就是说，你还没做出来之前，我就用核武把你炸了，一劳永逸嘛。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核战在欧洲的发生，一个经过核弹蹂躏的乌克兰，谁还要？没有人会要这块土地了。对，因为脏得不得了，毒得不得了，就没有人会要这块土地。所以我倒觉得这个是一个传言，这个也是一种心理战而已，一种诈术。那基本上来讲，没有一个国家敢这样做。好，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赶快来看到是缅甸狂轰的 KK 园区，现在被夷平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背后北京有这个警告，有关于 KK 园区的发展。那么另外一方面，700亿美元的诈骗帝国，真的缅甸的这个国民军舍得砍下去吗？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观察。而这个是来自于缅甸的最新消息，军方跟边防卫队联手炸毁了一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哦，非常多的白烟。这个是妙瓦底这边的一个经济特区，一栋12层楼高的大楼就这样子哦。冒出了白烟，把它炸毁了。那浓烟是直冲天际，震撼了整个泰缅在这边的一个边境地区。军政府是说，我们现在要展示打击跨国诈骗的决心，但是外界也不太买单，因为他们觉得说，缅甸啊，你这个军政府过去几年一直偷偷的默许这个诈骗集团来做经营，而且还被爆出你跟 KK 园区是有抽分红的，那所以你这些动作是不是都只是作秀呢？甚至《卫报》也这边做了一个报道，他认为说这些作秀其实都只是做给中国大陆看的。《纽约时报》也这样说分析啊，他说缅甸的扫荡式这种演练式的突袭，只是炸毁了他们的废楼而已，根本伤不动他的核心利益啊。节目一开始请教赖老师怎么看呢？这个缅甸到底是打真的还是假的？为什么只有大陆施压，缅甸才会真的动起来？但是真的敢动吗？动了他们的黑金，最赚钱的毒瘤。赖老师怎么看？这很明显是打假，大家都知道，一看就知道是打假的。就好像上次去妙瓦底抄底的时候也是抄假的，为什么？因为你最重要是你要先断金流嘛。像美国他的做法就很有趣了，他用骇客进去，直接把你的钱拿光，把你的比特币拿光，那现在这个比特币中国大陆在跟他追讨啊，为什么？因为受害者大部分是中国大陆的民众啊，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说你要有够狠的手段，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人是被胁迫进去的，但有一些人他不是被胁迫。他是本身就是主谋从犯，所以应该分成两种人，有主谋从犯，也有被胁迫的。可是他是一个诈骗集团。那对缅甸的军政府来说的话，这个诈骗集团很好用啊，因为他从中比他种鸦片还好，还方便。为什么？你种鸦片，你卖毒品，你还要提炼，你还要想办法把它卖出去，卖出去你可能还会遭受到攻击，而且还有很多的风险。好。可是诈骗集团我直接抽成，这个对于这些军阀来说的话，对这些地方政府来说，这个腐败的来源，让他能够养他的军队，让他的政府能够运转，让他的军阀能够过得好日子，他何乐而不为？
所以他当然对于这个诈骗集团视同是他的金鸡母嘛。可是问题是，这个诈骗集团害了多少人？对。那他现在已经扩大从中国大陆，过去是伤害我们台湾人嘛，然后现在不但是伤害大陆人，现在日本人、韩国人，现在连欧洲人、美国人都受伤害了，他的往外扩散的情况越来越大。那您提到了，也就是说，为什么就中国大陆有办法？就是我是先外交通知你，我再知会你，再召会你，你不理的话，那我就自己动手了。而中国大陆确实有能力动手啊！中国大陆真的要处理的话，你看上次湄公河的命案，中国大陆就直接处理，就最后把这个犯罪集团就整个窝都端了嘛，然后直接人就押回中国大陆，就直接审判完就枪毙了。那这是什么？因为大陆他知道我今天是礼貌性，我召会你，外交召会你，尊重你。可是你如果真的不处理，你变成由你这个政府来养一个犯罪集团，伤害我的人民，我没办法接受了。那一旦没办法接受，那当然坦白说，在整个世界上，在缅甸旁边最强大的国家就是中国嘛。中国大陆当然有能力去处理。我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说，缅甸这个军政府，如果他不恢复他的好的政治秩序，他不恢复他的社会秩序，不恢复他的法律秩序。你想犯罪集团都窝在那个地方，那这个还得了啊？这个伤害多少人啊？坦白说，我觉得这些诈骗集团是真的是应该要严刑峻法，要他来好好的来处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缅甸军政府这一次的轰炸被视为是一个假戏，那这个假戏到底还会做多久呢？什么时候才会恢复一个政府该有的运作方式？那主要原因就是其实他们早就已经建构一条黑金产业链，对他们来说真的利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现在根据整个地图打开来，可以看到整个跨越到湄公河的巨型黑金链都被缅甸给完整的给建立起来。那全球诈骗产值现在根据资料显示，有700亿美元，主要都是来自于这个东南亚国家。那光是湄公河流域这边的诈骗年产值更是440亿美元，这么高的一个金额，占地区 GDP 竟然是高达40%了。缅甸的政府每年光是从水沟谷吸金，竟然高达了1.92亿美元，他们真的舍得拔掉这么高等级的摇钱树吗？委员怎么看？没有办法。缅甸如果没有被外来统治，改变不了这个局面。我们先从它被英国殖民的时候，英国为了要控制大多数人口，就是缅甸族，去培养很多的少数民族的地方武装，借着少数民族地方武装来钳制最大的民族缅甸族。所以这先天性会造成缅甸族最大的族群跟其他少数民族的仇恨跟互相不相信。那接下来。后来，为了要缅甸独立之后，为了要去反过来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缅甸军方就在整个政府里面就突出了，就说缅甸人民相信只有缅甸军方能够钳制少数民族的武力，因为一直都有冲突嘛，对，所以少数民族，所以军方就取得，那军方会取得财政，军方就直接控制了所有的国营事业，几乎都是军方设立的，所以等于是军方已经控制了国家了。那再加上缅甸的民选的政府，一个比一个弱，一个比一个逊色。虽然有个民主国家的模样，可是就是不知道什么发生什么事，就是非常的弱啊。那所以跟军政府之间军政府也不肯放权啊，这个问题就一直弄下去。最后什么？缅甸中央政府非常的脆弱，然后地方武装为了对抗中央政府，而且是缅甸有130几个民族，有数十个。地方的这些民族的武装力量，什么善邦、克伦邦、克野邦，什么一大堆的，所以结果大家都要养军队。养军队以缅甸的整个全国的 GDP 是650亿耶，不到台湾的1/10。那人均总是650亿，人均平均是1200块美金啊，所以表示要活下去，只有 GDP 账上没有的非法的地下经济才活得下去嘛。那非法经济是什么？就贩毒啊。那后来被台湾人发明的电信诈骗，传给中国大陆人，中国大陆人发扬光大，台湾黑帮跟中国黑都跑到缅甸去设，然后跟军政府跟地方武装力量，等于军阀割据，互相分任。那毒品也一样啊，
缅甸的这些毒品的种植的农民啊，其实大部分被这些地方势力拿走了，一般的农民都赚不到什么钱。所以这个问题，你说诈骗园区、炸那栋大楼能够结束，那是炸给你看。我同意这个来说，炸给你看，给中国做交代啊。中国很无可奈何，中国又不能直接派兵去，对不对？又不能去殖民统治这个缅甸，所以这个问题只能拖下去，短期内根本找不到任何解放。好，所以缅甸现在看起来靠2个重要为生啊，就是诈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委员帮我们特别提到的毒品。那我们就来看到，那现在到底毒品在当地是有多猖獗？因为这是最新，同样是来自于联合国的最新报告，说今年缅甸光是它的这个罂粟的种植面积啊，暴增幅度快要20%，达到17%。其中几个重要的地区，我们来看到罂粟种植年增幅，刚刚提了嘛，17%。那东部的善邦这些少数民族暴增32%，青邦26%，那南善邦就有44%。总的来说，北部大概种植面积552公顷，已经成为缅甸真正的经济命脉，怎么办？李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一场大楼被炸掉真的是一个诈骗集团在演一场诈骗的戏给全世界看，不就是如此吗？对。那我们要知道，所谓泰缅边界一直长期以来都是一种无政府状态。那刚开始这边的这种老百姓，他为了要生活他这个不去从事正当的农业生产，他用种这个罂粟花是最快的方式。那种了这个罂粟花来讲的话，制造这种毒品，它当然需要有武力来保护他们，所以他们卖了钱以后就去养军队，那这些军队就变成地方武装组织。那你说这个政府军为什么不去剿灭他们？因为政府军后来也参与他们的一份子。当我没办法消灭你之后，我就跟你一起共生共荣，一起生活在一起。那为什么我讲这个话呢？大家看一下，我们光讲缅甸现在军政府叫敏昂莱他派了一个这种在这个妙瓦底这边的这个叫做边防司令叫索奇都的，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也讨论过那索奇都事实上他不是军人出身，他也是这个地方的商人出身但是因为他掌控这个地方，他太太跟他的小孩各分配诈骗集团的这种等于说 CEO 啦，有的是当这个公司的 CEO， 有的是当这个地方的警察或者是地方武力组织。那索奇都他每年赚的钱，他会贡献一半给敏昂莱，那是不是形成一个利益共生体？所以大家讲生产链，我倒是认为说是一个产业链大家看一下，我数给大家听。第一个这个毒品那有毒品有没有走私的人员？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你诈骗集团有诈骗的人员，有诈骗人员一定有电信，一定有金融，一定有水电一定形成一个集体的一个团队。那当然也有地方武装的势力。所以这个盘根错节，这个严重之深，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想象中的。那你说，我们光讲说是像缅甸，说它是一个这种军政府，等于说是一个这种也类似一个军阀的组织了。那难道泰国就没有吗？它的电从哪里来的？不就是你泰国继续供应它的吗？我们之前就传说过这样，甚至于说是电信集团有没有参与其中？甚至于我们之前说马斯克，甚至于他的星链计划都有提供他